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小林弘信博士监修的《改变人生的7大最前沿健康法》这本书。健康的本质就是高质量的血液能够顺畅地流经全身的每个细胞。从这个角度深入探究健康问题，我们可以基于科学证据进行解释。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，至关重要的2个要素就是自律神经的调节和肠道环境的优化。健康寿命 vs 平均寿命，您的目标是什么？如今人们常说我们正处于人生100年时代，各种媒体和健康行业也在不断渲染这一观点，导致许多人开始相信自己可以活到100岁。然而现实真的如此吗？日本的平均寿命数据如下：男性 81.25 岁，女性 87.32 岁。但这里需要关注另一个关键指标——健康寿命。它指的是不受健康问题影响，能够独立生活的时间。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数据，男性的健康寿命比平均寿命短 8.84 年，女性的健康寿命比平均寿命短 12.35 年。尽管人们的寿命变长了，但许多人在生命的最后10年左右可能会面临健康问题，无法独立生活。因此，我们真正需要追求的，不是单纯的长寿，而是健康的活到100岁。如何实现健康长寿？书中结合最前沿的医学研究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基因与健康，如何利用基因信息降低慢性病风险；第二，调整自律神经与肠道环境，打造身体最佳状态；第三，营养与贫血，改善饮食，让身体充满活力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基因与健康，如何利用基因信息降低慢性病风险。为什么有些人易患慢性病？每个人的体质、性格、气质各不相同，而疾病的易感性也是如此。这背后的关键在于 DNA 中的基因信息。人类大约有37万亿个细胞，每个细胞中都包含一套 DNA 设计图。通过分析基因信息，我们可以预先了解自己容易患哪些疾病，从而提前制定预防策略。其中，生活习惯病如糖尿病的遗传因素占 73%。这意味着，某些人天生易患糖尿病，即使生活习惯良好，也可能面临风险；而某些人即使饮食不健康，也未必会得糖尿病。因此，了解自己的基因信息，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调整生活方式，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。在后续内容中，我将继续为大家详细解析如何调整自律神经，优化肠道环境，以及如何通过饮食改善健康状况。让我们一起学习最前沿的医学知识，打造健康长寿的人生。那么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癌症。总体而言，遗传因素对癌症的影响占比为 33%， 并不算特别高。然而，根据癌症的类型，有些癌症的遗传因素影响更为显著。例如，食道癌和心房颤动的遗传因素占比高达 62%， 这个比例相当高。虽然心房颤动本身并不是一种可怕的疾病，但它会显著增加脑梗塞的风险，因此需要特别注意。基因检测在预防疾病方面具有很大作用。例如，英国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论文，研究对象是一些尚未患糖尿病但携带糖尿病高风险基因的人群。这些人每天进行30分钟的运动，而研究发现，这种高风险基因的携带者相比普通人患糖尿病的风险高出 80%。然而，仅仅坚持每天30分钟的运动，就能将糖尿病的发病风险降低 70%。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结果。这说明，即使一个人天生患病风险较高，通过积极的预防措施，仍然可以将风险降至与普通人相差无几的水平。通过提前了解遗传风险，我们可以通过环境和生活习惯来克服这些风险。疾病的发生通常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。每个人的基因决定了他们是否天生容易患上某种疾病，但环境因素会在后天进一步影响这一风险。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，
想象有一个100毫升的杯子，我们可以把杯子装满水的状态比作癌症的发生。如果一个人天生遗传风险较高，那么他的杯子可能一开始就装有50毫升的水，而遗传风险低的人，杯子可能是空的。从这一状态开始，我们的生活习惯就会影响杯子里的水量。例如，每次吸烟，杯子里就会增加一些水。即使一个人天生遗传风险较高，只要他非常注意健康管理，就能延缓杯子装满的速度，降低癌症的发病风险。反之，即使天生没有遗传风险，如果长期过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水最终还是会装满，导致癌症的发生。因此，了解自己的 DNA 信息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。例如，如果基因检测显示某人容易患癌或慢性病，他就可以比一般人更加注重健康生活方式。以往我们的疾病预防主要关注环境因素，也就是生活习惯。例如，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提出了降低癌症风险的5大健康习惯：戒烟、限制饮酒、调整饮食习惯、适量运动、维持健康体重。研究表明，遵循这5项健康习惯，男性的癌症风险可降低 43%， 女性可降低 37%。然而，如果要进行更加个性化的疾病预防，就需要将遗传因素也纳入考量。通过基因检测，我们可以量化自己的风险，进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生活改善措施。此外，对高风险个体进行更精准的健康筛查，有助于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。同时，在治疗阶段，基因检测还能帮助医生选择最适合患者的药物。随着医学的进步，未来我们将能在预防到治疗的全程中，进行更加精准且高效的健康风险管理。未来基因检测的适用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。与此同时，存在一种名为代谢多米诺的健康恶化过程，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旦第一张倒下，就会引发连锁反应，接连倒下。同样，在健康问题上，这种连锁效应也很常见，而起点可能是不规律的生活、睡眠不足或高血压等。尽管这些问题可能不会引起严重的不适，但它们确实是潜在的危险因素。如果任其发展，健康状况会逐步恶化，最终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或认知症等严重疾病。然而，利用基因检测进行的预防医疗，可以在这些危险因素积累之前，分析遗传体质，并尽早采取积极干预，从而大大降低患病风险。这部分内容可能听起来有些复杂，但简而言之，通过基因信息，我们可以获得大量宝贵的健康数据。作者希望大家不要把 DNA 和基因研究当作遥远的未来技术，而是将其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关注并合理利用它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调整自律神经与肠道环境，打造身体最佳状态。在人生100年时代，人们普遍强调健康的重要性，但问题在于，健康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如何定义健康？本书的作者对此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：健康的核心在于人体拥有干净、畅通的血管，并能将高质量的血液输送到每一个细胞。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。我们常听到血流顺畅很重要，或要改善血液循环。其实，小林博士认为，健康的关键就在于血液状态，而影响血液健康的2大核心因素，便是自律神经和肠道环境。那么，如何改善自律神经和肠道环境呢？小林博士认为，关键在于调整呼吸和饮食。也就是说，通过优化呼吸和饮食，我们可以改善自律神经和肠道环境，使细胞能够获得充足优质的血液供应，从而实现健康的状态。首先，让我们了解自律神经的基本概念。自律神经是一种不受人意志控制的神经系统，它与大脑的下丘脑相连，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持续工作。即使我们不刻意关注，心脏仍然跳动，肠道仍在运作，血液依然在流动，血压、
体温和呼吸也在自动调节。自律神经负责24小时控制所有内脏器官，并分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两类。交感神经类似加速器，负责提高心率、扩张瞳孔、抑制唾液分泌、促进出汗，并在兴奋或紧张时发挥作用。而副交感神经则类似刹车，降低心率、缩小瞳孔、促进唾液分泌、抑制出汗，并帮助身体进入放松和休息状态。两者交替作用，白天交感神经较为活跃，而夜间副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。吃饭时交感神经起作用，而饭后副交感神经则增强。如果这两种神经系统的节奏平衡适当，就被称为自律神经平衡良好。然而现代社会中，自律神经失调的主要原因是压力。理想情况下，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应为1:1，但由于长期的压力，这种平衡往往被打破。当大脑感受到压力时，会刺激肾上腺分泌压力激素，促使交感神经活跃，从而提高血糖和心率，增加出汗量，以帮助身体应对压力。然而，如果压力持续无法缓解，夜晚本应由副交感神经主导的休息时间也会被交感神经占据，导致失眠和长期慢性压力。因此，后续内容将详细讲解如何有效调节自律神经，以帮助大家缓解压力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转向肠道的主题。肠道是人体中唯一能够在没有大脑指令的情况下独立运作的器官。肠道中约有1亿个神经细胞，它们不仅能够自主调节，还能通过自律神经向大脑传递信息。健康的关键，血液，也是在肠道中生成的。食物进入小肠后，90%的营养物质会被吸收，血液会携带这些养分，经由肝脏输送至全身，为每一个细胞提供氧气、热量和免疫物质。血液质量常被形象地描述为清澈或粘稠。清澈的血液流动顺畅，能将养分输送至身体的每个角落，而粘稠的血液则容易阻塞，不仅影响氧气和营养输送，还可能携带有害废物，增加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脂血症和认知症等疾病的风险。此外，肠道内还含有约70%的免疫细胞，它们能阻挡有害病毒和病菌进入体内，并通过血液循环在全身范围内抵御有害菌。这也凸显了血液质量对于健康的重要性。决定血液质量的核心因素之一，便是肠道菌群。肠道菌群主要栖息于肠道黏膜，约有100万亿个，重量相当于1瓶矿泉水。大家可能听过益生菌和有害菌这两个概念。理想情况下，肠道菌群应有20%的益生菌、10%的有害菌，以及70%的条件致病菌。根据肠道环境变化，可能偏向益生菌或有害菌组成。此外，肠道菌群还能影响激素的生成，对全身健康产生深远影响。有几种被称为幸福荷尔蒙的物质，例如能稳定情绪的血清素带来快感的多巴胺，以及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产生的催产素等。过去，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物质几乎全部由大脑分泌，然而现在已经发现，它们也可以在肠道中生成。大约1半的多巴胺是由肠道神经细胞在肠道细菌的帮助下产生的，而催产素也在肠道中分泌。如果生活习惯不健康或压力过大，导致肠道菌群失衡，这些幸福荷尔蒙的分泌也会减少。比如便秘时容易感到烦躁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一般来说，人们认为压力首先由大脑接收并传递刺激，但实际上，肠道所承受的原始压力也会直接传递给大脑。肠道环境的恶化也会让大脑感受到压力，因此肠道不仅影响身体健康，对心理状态也有重大影响。作者认为，肠道环境与人的一切息息相关，影响着日常状态、健康状况，甚至性格和表现力。可以说，肠道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人生，这并不夸张。
那么该如何保持良好的肠道环境呢？关键在于促进肠道菌群的活性，而食物纤维正是必不可少的。食物纤维不仅是粪便的主要成分，还决定了粪便的质量。此外，肠道菌群的重要营养来源正是这些食物纤维。然而，如今的日本人摄取的食物纤维远远不足。目前建议的日均摄取量为男性21克，女性18克，但实际摄取量却仅有10克左右。食物纤维可分为2类，溶于水的水溶性食物纤维存在于蘑菇类、海藻类、水果等，和不溶于水的不溶性食物纤维存在于豆类、根茎类蔬菜、糙米等。作者建议应优先摄取水溶性食物纤维，同时也要兼顾不溶性食物纤维。无论如何，大多数人摄取的食物纤维都严重不足，因此养成有意识的摄取食物纤维的习惯非常重要。最后，我们来讨论如何同时调节自律神经与肠道环境。为了在日常生活中轻松实现这一目标，作者总结了4个关键方法：1. 吃早餐； 2. 泡澡； 3. 记录日记，回顾一天的生活； 4. 注意呼吸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依次介绍这些方法的具体做法。首先是关于吃早餐的重要性。作者指出，人体的每个细胞都设有生物钟，而吃早餐可以向细胞传达早晨到来的信号。如果不吃早餐，体内生物钟将无法正常运转，可能会导致昼夜节律紊乱。因此，建议在起床后1小时内进食，以帮助生物钟进入正常状态。如果您时间紧张，只吃香蕉和进行呼吸训练也是可以的。此外，确保每次进食后至少间隔6小时，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因为食物在小肠中完成消化吸收需要6小时。我们应当为肠道提供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时间，合理安排进餐时间。第2点，泡澡。作者指出，这一点常常被误解，长时间泡在热水里，尤其是泡到肩膀以下，反而会导致血液变得粘稠。理想的泡澡方式是半身浴，水温略低于自己感觉舒适的温度。如果水位超过胸口，水压会增加心脏的负担，影响血液循环。因此，正确的泡澡方式决定了能否调整自律神经的平衡。第3点是写日记并回顾一天。作者已经坚持写日记30年了，他认为每天回顾一天的生活，对调整自律神经非常重要，但并不需要长篇大论，只需简单的3行即可。今天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，或者需要反思的事情，今天最好的事情，或者让自己感动的瞬间，明天的目标。对于年长者，写下当天吃的食物也是一种很好的记录方式。这种方法是一种极好的训练，有助于我们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。第4点是关注呼吸。呼吸是完全免费的，但往往被人忽视。事实上，它对健康影响巨大。快速呼吸会刺激交感神经，而缓慢呼吸则有助于副交感神经的活跃。因此，在呼吸时，要更加注重呼出而不是吸入，按照1:2的比例进行呼吸。例如，吸气3秒，则呼气6秒；吸气4秒，则呼气8秒。这样可以促进肠道活动，改善血液质量。走路时也要尽量放慢节奏，让呼吸变得缓慢而稳定。越是忙碌的时候，越要有意识地放慢节奏，提前安排好时间，以减少压力。这种从容的状态对自律神经、肠道和血液循环都有积极作用。毕竟，唯一能够24小时、365天持续进行的生理活动就是呼吸，我们必须好好利用它。自律神经中，唯一可以由我们主动控制的就是呼吸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营养与贫血改善饮食，让身体充满活力。在健康管理中，饮食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。毕竟，我们的身体完全是由所摄取的食物所构成的，并且每天都在不断更新。营养状态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，还会直接影响日常表现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营养状况呢？
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观察是否贫血。虽然现代社会并不存在食物短缺的问题，但作者指出，当代日本人的营养状况并不乐观，虽然吃得够多，但可能缺乏关键营养素。那么，如何客观判断自己是否营养不足？一个关键指标就是贫血。贫血是营养不足的一个重要信号。健康的本质是优质的血液流遍全身，但实际上，现代日本有许多人处于隐性贫血状态，而这正是导致健康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贫血是一个常见的术语，但很多人对它的理解存在误区，因此有必要先明确其定义。贫血是指血液中的红细胞含有的血红蛋白减少。血红蛋白的作用是将氧气输送到全身，因此当血红蛋白不足时，细胞内的氧气供应减少，会引起气短、头晕等症状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人认为学生在晨会时突然晕倒是贫血，但这种情况通常是体位性低血压或脑贫血，属于短暂的自律神经失调，并不属于真正的贫血。真正的贫血通常表现为脸色苍白，稍微活动就气喘吁吁，容易疲劳，经常感觉无力或情绪低落等慢性症状。而且，贫血往往是逐渐发展的，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进入贫血状态，甚至毫无自觉。尤其是女性，更容易患贫血。有研究显示，10%的女性患有贫血，而40%的女性属于贫血预备群体。那么，贫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预防贫血，饮食是关键，补充铁和蛋白质是最重要的2点。含铁量丰富的食物、富含蛋白质的食材都应该有意识的摄取，比如红肉、鱼类、动物肝脏等含有优质蛋白的食物，其铁的吸收率更高，因此更加有效。贫血的早期阶段称为贫血预备群体，如果能在这个阶段发现问题并加以改善，恢复速度会很快。但如果发展到真正的贫血状态，可能需要数个月才能恢复。因此，在贫血的早期阶段，就应该有意识地补充铁和蛋白质，进行适当的膳食调整。即使在健康检查中血红蛋白值正常，但如果经常感觉疲倦，静息时还好，但稍微活动就容易疲劳。建议调整饮食结构，增加铁和蛋白质的摄入，以改善整体健康状态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